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见过世面的女人有这4个习惯和4个拒绝，很不简单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曾经有人问张爱玲，此生有什么遗憾的事？她想了想，淡淡又不失风趣地回答，尚有3大憾事：一恨10余多次，2恨海棠无香，3恨红楼梦未完。出身名门，一生却跌宕起伏。人们本以为张爱玲会像自己的作品那样倾诉命运的无奈和酸楚，没想到她用3件事物回答了一切：道不尽的红尘奢恋，诉不完的人间恩怨。是的，说起女人的一生，总会有许多让人爱恨情仇的事，也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对于结果，有人选择了憎恨，有人选择忘记，而见过世面的女人选择了原谅与释怀。见过世面的女人见过天地，看过众生，最终见到了自己。世间各种复杂的事情她都了如指掌，对于人间的种种现象她都心知肚明。这样的女人能够享受生活中的美好，也能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。她们内心有着坚定的信念，同时又充满了仁慈和同情心。她们经历过艰难险阻，穿越过泥泞和沼泽，曾经在困境中流过泪，但她们也看到过美丽的晚霞。经历过磨难后，她们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梦想和勇气。最终，她们所遇到的一切，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，都变成了生命中的喜悦。她们接受了一切，把所有的经历都视为上天的恩赐，从此整个世界都展现在她们面前。她们可以自由地去往任何她们想去的地方。而这样的女人，不仅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还懂得坚定地拒绝。4个习惯。1. 永远有梦想，不放弃学习。在一个论坛上，曾看到一位女人的自我质疑：我读过很多书，学过很多东西，但学习究竟有什么意义？底下一个高赞的回答是：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我吃过很多食物，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血肉。我们读过的书，学过的知识，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，但实际上它们已经悄悄地融入了我们的身体和思想。就像是一颗种子，只要遇到合适的时机，就会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杨绛先生，一位在我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作家和翻译家，他的一生就是对知识和学习不懈追求的最好证明。即使到了晚年，杨绛先生依然保持着每天读书和写作的习惯。通过不断的学习，他不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世界，也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。他曾经说过，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命运的波澜壮阔，但最终会发现，内心的平静和从容才是我们真正渴望的美好。有人说，你现在的气质里，藏着你走过的路，读过的书，爱过的人。我们的经历和所学都会在无形中塑造我们的个性和气质。只要你心中始终怀揣着梦想，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心，并且能够持之以恒地学习，即使你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，你的精神世界依然可以是丰富多彩的。那些你始终热爱的事物，会让你变得更加坚强和充实。2. 独立自强，不依附他人。宫崎骏曾说，不要过分依赖一个人。当分别来临，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你的精神支柱。许多女人在年少时，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梦想着能遇见一个深爱自己的白马王子，然后与他共同编织一段简单而美好的童话。正如《玫瑰的故事》中，20岁出头初尝恋爱滋味的玫瑰自信满满地宣称，我爱他，他就是我的全部。然而结果如何呢？
当玫瑰不惜辞去工作，只为飞往法国给男友一个惊喜，却发现他陪她参观展览时心不在焉，和他共进晚餐也是草草了事。当他在办公室里享受着同事们的喝彩时，玫瑰却孤零零地站在办公室外，感受着失落和寂寞。最终，玫瑰看清了现实，在返回后，她开始将全部的热情和努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。这时，她才领悟到，工作才是最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和成就感的东西。依赖伴侣、依赖爱情，往往只会带来失望。只有依靠自己，独立且强大，才是通往幸福的最坚实之路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当你觉得一个人会永远不变时，那只能说明你见过的世面太少了。只有学会独立自强，不依附他人，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出一片坦途。3. 直面人生起伏，不情绪化。日常生活中，经常会看到一些女人，无论遇到多么困难或者令人沮丧的事情，她们都能够保持冷静，从容不迫地应对，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她们的内心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一些女人，一旦遇到一些小问题，就会变得非常焦虑和不安，甚至整天都感到心神不宁。那些经历过许多事情、见过大世面的女人，往往能够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。她们明白生活总是充满了起起落落，既有美好的时刻，也有艰难的考验。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她们不会选择逃避，而是勇敢地去面对。一代女侠郑佩佩曾经在婚姻中付出了20年的努力，但最终没有得到丈夫的真心对待，她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意失败和离婚的双重打击。对于一个曾经在荧幕上活跃的明星来说，离开公众视野20年意味着什么？这20年，她把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一个男人和一段婚姻。然而，郑佩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她没有选择哭泣或者抱怨，而是坚强地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她凭借在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扮演的华夫人一角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中。随后，她又开始了自己人生后半段的奋斗和开拓，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新的成就。见过世面的女人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乱花渐欲，也不坠青云之志，世事纷乱，也不失一颗初心。她们穿得了名牌，也吃得了淡饭，坐得了宝马，也住得了陋屋，因为她们明白，那些曾经让你感到痛苦和纠结，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过去，其实都是生命给予你的宝贵礼物。总有一天，这些往事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得模糊。那些曾经想不通的事情，最终会慢慢放下；那些曾经渴望却得不到的东西，最终也会释怀。与其不停地捶胸顿足，抱怨命运的不公，不如坦然接受，自在地活在每一个当下。4. 不断充盈自己，活得诗意。电影《伦敦一家人》中，讲述了一对夫妻苦涩而快乐、糟糕又有趣的真实一生。埃塞尔年轻的时候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佣，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，认识了一位送奶工，两人很快就相爱了。埃塞尔决定辞去工作，离开那个傲慢的女资本家，尽管对方说了些难听的话，埃塞尔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追求自由的生活。结婚后，埃塞尔和丈夫的生活并不富裕，但他们依然努力让生活变得有趣。他们参加了一些价格不高的教堂舞会，埃塞尔还亲手设计并制作了一些样式漂亮的沙发罩，把家里那些破旧的家具装饰得焕然一新。尽管外面的世界战火纷飞，一片混乱，埃塞尔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。他把自家的防空洞涂成了漂亮的棕粉色，并在门口种上了美丽的蔷薇花，让自己的小世界充满了温馨和活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埃塞尔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从仓库管理员升职为办公室文员，
家里也逐渐添置了收音机、电话和汽车等物品，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好。然而晚年时，他得知自己的儿媳无法生育，原本期待的含饴弄孙的愿望无法实现。但埃塞尔并没有因此感到沮丧，他把生活的乐趣转移到了自己身上，开始看报纸、读书、聊天和散步，和丈夫一起享受宁静的晚年生活。埃塞尔的一生就像漫步在生活的山川冰河之中，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打败，而是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热情。他用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诗一般的生活。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，内心的充实和诗意的生活才是面对纷扰世界的最佳武器。4个拒绝。见过世面的女人跟没见过世面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。这倒不是说高下之分，而是说见过世面的女人言行举止有时候会更明智，因为她们拥有长远的眼光，更全面的视角，所以做出来的选择会更加聪明。见过世面的女人一般会拒绝4件事情。1. 见过世面的女人拒绝卑微。对于自己特别看重的事物，女人常常会有些卑微。如果在意人际关系，哪怕需要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，也会努力融入大家。在追求爱情的时候，即便需要放低姿态，她们也会紧紧抓住手中的幸福，不愿意放手。然而结果往往是，那些努力想要融入群体的人变得平庸，而那些为了爱情委曲求全的人渐渐失去了快乐。表姐的闺蜜琳琳，她长得非常漂亮，性格也很温和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她总是尽心尽力，因此她的领导和同事们对她的评价都非常高。然而琳琳自己却并不感到快乐，反而感到非常疲惫和沮丧。这是因为她每天都要处理很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工作，无论谁向她求助，她都会尽力帮忙。但是尽管她付出了这么多，好事却总是与她无缘，无论是晋升机会还是评选最佳员工，领导和同事们都似乎从未考虑过她。现在的琳琳在面对同事时，虽然脸上挂着笑容，但心里却充满了愤怒和不满。她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了，有时候听到自己内心对同事的怨言，都会感到害怕。正如李荣浩所说，明白之后微笑已成了病态。的确，很多时候我们笑着笑着就渐渐失去了自我，习惯了讨好别人，我们就会慢慢失去那份真诚的笑容，仿佛戴上了假面具。琳琳的感情生活也是一团糟，她谈过3次恋爱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在感情中，她已经付出了很多，但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的男友们都很享受她的卑微和讨好，但慢慢的，他们变得越来越不知足，对她的抱怨和要求也越来越多。琳琳心里感到非常不平衡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越来越感到困惑和苦恼。可见，总是仰望别人，只会换来别人的轻视，过分的卑微只会给自己带来伤害。有句话说，只要你的脚还在地面上，就别把自己看得太轻。卑微的女人一生都在渴求他人的认可，见过世面的女人，她们的思想往往更加通透和成熟。她们明白人生是短暂的，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幸福和感受更重要。这些经历过世面的女人，她们不会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，她们更专注于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更愿意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她们知道，幸福不应该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和创造。我非常喜欢诗人余秀华在他的诗作《馈赠》中所写的一句话：我从来不指望吸引别人，我觉得这样很浅薄，我得吸引我自己，让我对自己有了热爱，才能完成以后一个个孤独而漫长的日子。卑微是一种自我束缚的枷锁，
只有拒绝卑微，真正热爱自己，我们才能发现内心那个丰富而强大的自我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勇敢地面对充满变数的人生，无所畏惧。2. 拒绝暧昧。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如歌里所唱，暧昧是一场有情以上，却又恋人未满的情感灾难。女人一旦留恋其中，很容易芳心错付，也很难全身而退。在围城中，即便是聪慧如苏文纨，也曾与方鸿渐展开了一段暧昧的交往。两人在对话中都刻意表现出亲昵，苏文纨舍弃了对方鸿渐的正式称呼苏先生，转而亲昵地直呼其名鸿渐。他会递给方鸿渐手帕，为他缝补掉落的扣子，在聚会中为他解围，甚至与他有过亲吻。然而当方鸿渐寄出一封坦率的忏悔信，明确地拒绝了他之后，苏文纨羞愤难当。有句话说，暧昧上头的那一刻像极了爱情，可它终究不是爱情，因为双方没有恋爱的关系。他之所以和你保持暧昧，可能并不是真的把你当朋友，而是把你当做一个可以随时利用的对象，或者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个备选的伴侣。他的心里可能并不是真的爱你。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坚定和明确的，而不是模糊和不确定的。真正的爱情需要明确的态度，而不是让人感觉忽冷忽热，若即若离。见过世面的女人通常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关系中的利弊，她不会允许自己成为别人无聊时的消遣。她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从一些简单而真诚的事情开始的，比如一束鲜花，一句真心的告白，而不是从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开始。他所期待的也不是一个偶然相遇的陌生人，而是那个能够和他手牵手一起走向未来的伴侣。这世界上的关系错综复杂，真心很难辨认。作为女人，应该学会拒绝暧昧，保持自己的界限。只有这样，当真正的爱情来临时，你才能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迎接它，从而获得那份真正属于你的沉甸甸的幸福。3. 拒绝将就。在我们周围，有一些女人面对不满意的工作时，总是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，认为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差不多，于是就随便应付了事。她们在感情上也常常将就，即使知道对方并不是一个好伴侣，却还是选择继续在一起，因为她们觉得感情这种事情，和谁在一起都无所谓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是买衣服、吃饭、找住处，还是规划人生道路，只要遇到一点小困难，他们就退而求其次，哪怕这些选择并不适合他们，他们总是不愿意去争取更好的东西，而是满足于现状。但是为什么他们却总是选择将就呢？其实这背后的原因是出于恐惧，他们害怕变化，对于未知的环境和不确定性感到恐惧，这使得他们没有勇气去做出改变。他们害怕错过，不确定未来遇到的人是否比现在更好，所以宁愿守着现有的感情，也不愿意一切重新开始。他们还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，担心会因此后悔，所以宁愿随波逐流，得过且过，至少这样内心不会感到沉重。因此尽管这些事情都与他们息息相关，他们却能够表现得毫不在意，无论什么事情都选择将就，凑合着过。然而人生就像一面镜子，你对他怎样，他也会对你怎样。如果总是选择将就，那么你的人生也会变得平淡无奇，甚至有些悲凉。如巴金所说，那些总是与自己的现实处境讲和的人，他的灵魂也不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将就的女人不会遇见美好的事物，看不见生活的生机，也收获不了最好的自己。而见过世面的女人懂得拒绝将就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，努力争取自己喜欢的事物，不将就，不凑合，
遵从本心。活得精致是他们对自己负责的方式。4. 拒绝计较。杭州灵隐寺内有这样一副对联：人生哪有多如意，万事只求半称心。这世间越是追求完美，会越发现得不到完美。那些见过世面的女人，都懂得在追求美好的同时，包容那些有残缺的事物。婚姻里包容伴侣，就能减少争吵，消除误会，减少不满情绪。工作中如果能包容同事，就能一起进步，互相帮助，提高工作效率，避免麻烦。在社交场合，如果能理解并接受他人，就能更好地做自己，也能更好地接纳别人。求同存异，让事情圆满解决。我的好友西子就是这样一位心胸宽广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一家小饭馆吃饭，老板娘不小心把菜汤洒在了西子新买的裙子上，西子只是笑笑说没关系，洗洗就干净了。老板娘看到西子这么宽容，心里过意不去，于是回赠了西子一盘美味的卤牛肉。西子刚结婚那会儿，婆婆总是有意无意地在老公面前说西子的不是，西子并没有因此心生怨气，反而安慰老公说来日方长，多沟通就好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西子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好，现在他们经常穿着母女装一起牵手逛街，看起来就像一对亲密的母女。在公司里，有个同事总是喜欢抢功劳，爱打小报告，经常在领导面前给西子使绊子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西子总是说无所谓，用能力说话。去年，西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，成为公司的年度销售冠军。对于西子这种不计较、不争抢的态度，有些人会觉得她没有态度、没有个性。但在西子看来，这些事情都不值得去计较。他认为与其浪费时间牺牲好心情去计较这些事情，不如思考怎么解决问题，提升自己。正因如此，无论是家人、同事还是朋友提到西子，都会嘴角上扬，对他赞不绝口。菜根谭中所言，我果为鸿胪大也，何患顽金钝铁之不可陶容？我果为巨海长江，何患横流污渎之不能容纳？生活中与形形色色的人群打交道，难免会有各种状况。对他人的小过小错多一点耐心，对他人的理解差异多一点理解，对他人的爱好多一点尊重。用广阔的胸襟悦纳世间万物，既是善待他人，也是成全自己。电影《一代宗师》中有句话，人这一生就是一个见自己、见天地、见众生的过程。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，可以清醒地认识自己，才会在人生路上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，进一步就有一步的欣喜。往后余生，愿你越来越好，阅尽千帆依然温和有力量，跨越山河始终清醒有进步，让自己的生命多姿多彩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